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在四川广元，旁边这里呢就是嘉陵江。现在站在嘉陵江旁边，风非常大呀。嘉陵江旁边有一座山，这座山呢也非常有特点。今天就来主要看这里。我们看了很多摩崖造像，特别是洛阳的龙门石窟，其他地方我们也看了，大大小小的。那这里呢也与众不同，它这个地方呢，听说啊里面的佛龛呢有1000多，然后摩崖造像就那些佛像呢有7、8千。属于非常有特点，今天就来看一下。听说是媲美敦煌石窟啊，并且呢，这里呢不只有石窟，还有什么呢？我们有一句话应该听过：“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”那么这个地方呢，还有当年留下来的遗址啊，就是金牛道遗址。进入千佛崖景区，第一道看到的就是这里是一个遗址，叫金牛道遗址，也叫石牛道。我们常说“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”。这一条路啊，就是当年其中之一。因为我们说的关中要连接巴蜀地区，那么这条路呢，以前叫必经之路，就穿越巴山呢。金牛道从三国时期就从千佛崖前经过。1935年的时候修筑川陕公路的时候，就很多被破坏了，包括等一下我们看到的佛窟也能够感觉到破坏了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嘉陵江。是长江支流中一条著名的大江。嘉陵江全长1345千米，发源于秦岭，起源于凤县。我们去陕西宝鸡啊，那里有一个嘉陵江的源头景区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四川广元的昭化区以上为上游，昭化至重庆合川为中游。我们眼前这里呢，就属于嘉陵江的上流。然后嘉陵江到哪里结束呢？好像是到重庆，进入长江就结束了。嘉陵江对面就是我们说的交通要道，高铁线路、火车线路、高速，还有国道都可能从这里通过，所以呢，旁边就是立体交通，很震撼吧。这个景区叫千佛崖，也是收门票的，不过我用的是年卡。千佛崖里面有大大小小的佛像7000余尊，场面完全不输于敦煌莫高窟，是四川省规模最大的石窟群。开凿历史之长，年代之久，规模之大，都称得上四川石窟的杰出代表。千佛崖是靠近嘉陵江畔而兴建的，石窟始造于北魏晚期，兴盛于唐朝，止于清朝。其实中国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石窟啊，大部分都是开凿于北魏，然后在唐朝得到兴盛。这个地方呢，历经千年，从而形成了整个这个佛崖呢，是长约420米。高约40米的崖面，上面呢密密麻麻的布满了那个佛窟啊，多达13层，就我们说的像蜂巢一样的。按照资料记载，在清朝咸丰的时候，全崖的佛像有17000多座。那但是呢，由于1935年修建川陕公路，炸崖开路，导致1半以上的佛像被毁。现在千佛崖现存的大小佛龛400多个，造像7000余尊。足足少了差不多1万尊呢，所以呢有点可惜。现在我们走的这个地方呢，就是金牛道遗址。在很早的时候，如果说从陕西进入四川，那这个地方是必经之路，就是说你从北边往南走的话，就一定能看到这些佛像密密麻麻的。看一下这个金牛道遗址就在佛像的旁边。当年这个地方呢，往来的话是非常热闹的。现在先简单看一下，看看1楼，然后我们再逐步上去看一下。大大小小有13层嘛。这个是叫大佛窟，在1楼，其实刚好在金牛道遗址的旁边，在那个时候可能都能触摸得到。因为现在是为了保护文物呢，我们是在外面参观。它是开凿于北魏晚期，是千佛崖开砖时间最早的洞窟，距今现在1500年。里面呢有点被破坏了。因为时间太悠久了，在这个地方随时随地能够看到高铁动车经过，不过速度不快，可能是刚出站。这里就是在嘉陵江旁边，马上前面进入隧道了。我挺喜欢看火车的，不过不太懂。这个是叫莲花洞，这个要说一下，很有特点。它是最早开凿于北魏的晚期，后面呢武则天时期呢重新进行扩建或者修缮。洞内呢3尊佛像，主要的就是弥勒佛，其中呢弥勒佛居中，
这个为什么会弥勒佛居中呢？因为是当时的气氛的产物，说是武则天的化身，武则天就是弥勒佛的化身。包括我们在广元看到的武则天的真身塑像，也是说跟弥勒佛有关，所以大家了解一下。就是说弥勒佛代表着武则天，当时是这样的说法。所以呢，这些佛像呢，现在也能看到我们祖国的发展之厉害，在这里上千年看到了祖国的变化。我们现在下面看一下，这些密密麻麻的，有点像蜂巢吧，太多了。整个现在这里算起来有7000多尊佛像，大家数得清不？有密居恐惧症的人看到了，感觉如何？现在走上去看一下，因为它这里是属于在崖面上要行走在上面才能参观得了的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我身后这里是哪里？嘉陵江，这里有点像哪里？像剑门关的鸟道。剑门关我过2天去，剑门关的门票我也是用年卡。来广元这边基本都是用年卡看的，所以还是很方便的，是不是很惊险刺激？当然了，这个没有剑门关鸟道那个惊险了，因为比较高。剑门关的鸟道和原道到时候都考虑走一下。整个崖面这里都是属于平面型，这里像刀劈开的一样了。往前走看一下，像这个佛龛的佛像已经氧化的差不多了。它这里的整体来讲的话，有大有小，像这个可能直径的话大概有1米多，像上面的话就小一点点。在这些地方行走一定要小心，还好现在是有一个栏杆，没有栏杆的话，可能很多人都不敢走，因为太小了。这基本上就是在悬崖上面开凿了一条大概宽度30到40公分的一个小道，所以才说我们有点像剑门关的鸟道一样的。它这里呢，其实也是属于剑门关蜀道的遗址啊。看到没有？来，刚好就是只够一个人这样走的话，也就是30到40公分，所以呢是很惊险刺激的。我在想，现在是有栏杆，像古时候的话没有这个栏杆，这些人在上面是怎么行走的？古代这些遗留下来的文化呀，太多了。这个地方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好像是第1批。上面的话感觉石头都不一样，颜色的话更鲜艳一点。到了上面这些佛龛可能就相当于巨大一点，像这个释迦牟尼像，感觉有点跟陕西那个大佛似的，很相像。大佛是那个说是李世民的外表嘛，那这个是不是呢？我看了一下，整个这上面的这些佛像啊，基本上是1佛2菩萨，还有呢2力士。你像这里呢，旁边这个菩萨被去掉了，已经损毁了。我们说不得不佩服古代的这些工匠。你想一想，在大概1500余年前，就有这么多佛像开凿出来了，而且那个时候全是靠人工，没有机器的。那在这里呢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修脚这个佛龛，那么可能是好多代人在这里。来到千佛崖最高处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佛龛，这个仔细看一下，像谁？像武则天，是不是？它这个是弥勒佛，但是在唐初那个时候，武则天被说成是弥勒佛的化身，所以这个形象呢，应该是当时按照武则天的样貌来制作的。刚刚一个当地人也是这样说的，他这个石窟呢，也就是开凿于唐初，应该就是8、9不离10啊，很相像。因为看他的模样呢，也就是一个女人的化身一样的，大家说是不是？所以说，全国哪个地方呢？洛阳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，听说是按照武则天的模样来塑造的。那么这里也有可能，基本上是差不多的。基本就看完了，下去了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大家可以看到蜂巢密密麻麻的佛像，也可以看到武则天的样貌。所以在四川广元武则天的老家故乡这里啊，有很多关于武则天的传说、武则天的故事，黄则寺、千佛崖等等。并且在这里我们也能感受到金牛道蜀道难的惊险特点。